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王一博去掉 UNIQ 标识，微博细节变化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最近这几天，娱乐圈里有一个细节变化引起了不少关注，王一博的名字悄悄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围绕他与乐华娱乐合作关系的最新进展也在持续升温。一个是看似细微的昵称调整，另一个是已经由上市公司正式披露的合作相关安排。这两件事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也让不少人开始思考，这是否只是一次常规更新，还是某种更深层变化的信号？今天我们就结合目前已经公开的信息，一起来梳理这件事情的发展脉络以及不同角度的解读。先来看背景，王一博2014年以 UNIQ 组合成员身份出道，随后逐渐在影视、音乐以及赛车等多个领域展开发展。2019年，他凭借《陈情令》获得更广泛关注，此后在多个领域持续保持曝光与活跃度。乐华娱乐则是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艺人经纪公司之一，成立于2009年，并于2023年在港股上市。公司业务覆盖艺人管理、培训、内容制作以及泛娱乐开发等多个板块。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一博与乐华之间的合作关系一直被外界视为比较典型的深度合作案例。把时间线往前梳理，其实在3月25日，乐华娱乐已经通过港股上市公司渠道发布了相关公告。该公告与公司年度财务披露同步出现，其中提到了一项针对核心艺人的股份激励安排。根据公告内容，公司提出向王一博售出约1250万份受限制股份单位，认购价为每股0.01港元，占已发行股份约1.51%。有市场测算认为，按照当时股价估值，这部分股份的整体价值大约在数千万港元规模。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类估值会随着股价波动而变化，因此具体金额仍存在一定浮动空间。从机制上来看，这类股份激励通常会设置归属周期。以目前披露的信息为参考，该批股份可能采取分期归属的方式，例如按年度逐步解锁。有观点提到，可能会分为4年逐步归属，每年约25%。同时，这类安排通常也会与合作期限或合约履行情况挂钩，如果未满足相关约定，尚未归属的部分可能不再生效。不过，具体执行细则仍需以公司后续正式文件为准。这一公告发布之后，市场层面的解读开始出现分化。有一部分观点认为，这类股权激励本身就是上市公司常见的人才绑定机制，尤其是针对核心艺人，更像是一种对既有贡献的认可，以及对长期合作关系的强化。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同声音出现。有观察者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双方已经完成长期续约，这类激励未必是核心手段。因此，有观点将这一安排理解为公司希望进一步提升合作稳定性的信号。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类解读更多属于市场层面的推测，目前并没有直接的官方表述进行确认。另外，还有一些讨论集中在激励规模本身。有评论指出，如果单纯从短期商业价值来看，这一规模的股份激励可能与头部艺人单次商业合作的收益存在一定差距。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股权激励的意义并不完全体现在短期收益上，而是在于长期绑定以及参与公司成长的象征意义。把视角再拉回到3月下旬，围绕是否续约的话题开始在网络上发酵，有关乐华娱乐寻求长期合作的相关词条也出现在热搜中。根据目前多方公开信息来看，可以确认的是，双方的合作关系仍在延续，公司层面也释放出希望长期合作的信号。但关于具体续约条款、合作期限等细节，目前仍没有完全明确的官方对外说明。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网友注意到，王一博的微博昵称和认证信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例如昵称中的部分标识被简化，认证内容也有所变化。不过，这些调整是否与上述公告或合作安排存在直接关联，目前同样缺乏明确的官方解释，因此也成为讨论中的一个开放性问题。消息持续发酵之后，社交媒体上的反应也迅速升温。在 X 平台上，不少海外粉丝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变化可能与个人品牌强化有关，但也有人提醒，这类细节不一定具有单一指向，需要结合更多信息综合判断。在 Douyin 上，大量剪辑视频迅速出现，创作者通过舞台片段、影视作品以及过往高光时刻，表达支持与期待，相关内容的播放量在短时间内明显增长。Instagram 上则更多是以视觉表达为主，粉丝分享 fan art、拼贴图以及精修图片，整体氛围偏向祝福与庆祝。而在微博平台上，讨论相对克制，许多网友在表达期待的同时，也强调以官方信息为准，提醒不要过度解读尚未确认的细节。这种理性的讨论方式，也让话题在保持热度的同时，整体舆论相对平稳。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一方面，王一博作为公司体系中的核心艺人之一，他的任何变化都容易被放大解读。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来绑定核心艺人的做法，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行业代表性。从粉丝视角来看，这更像是一种认可与支持；从中立观众角度来看，这是企业层面的正常决策；而从行业观察角度来看，这种模式是否会影响艺人未来的发展路径，同样值得关注。如果再往更大的层面来看，这或许也反映出娱乐行业的一种趋势：艺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从传统合作向更长期、更复杂的绑定模式转变。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目前仍有部分关键信息尚未完全明确，一些被广泛讨论的解读仍然停留在推测层面。因此，在看待这些变化时，保持理性与耐心或许更为重要。回到最初的问题，这次昵称的调整加上公告中的股份激励安排，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目前来看，它更像是多种因素叠加下的阶段性变化，既包含公司层面的长期合作意向，也可能涉及个人品牌与发展方向的调整。但具体会如何发展，仍需要时间来进一步验证。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你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还是仍有更多值得观察的空间？如果你对这个话题也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喜欢这期内容的话，别忘了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会持续为你带来更多值得关注的娱乐动态。